Windows Terminal 终于支援 6L。我们之前有谈过 6L， 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终端机里头显示图片的一个 protocol。其他类似的还有 iTerm 以及 Kitty， 不过 6L 的历史比较悠久，大概在1个月前 Windows Terminal 的 Preview 版本开始支援 6L， 这是否代表了我们就可以在Windows Terminal 后显示图片？那它显示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看看。在8月27号的时候 Windows Terminal Preview 1.22 开始支援 6L， 所以你可以看到官方的宣传上面可以看到图片相关的支援。那除此之外，它还有支援了一些像是 LeoWiz Joiner 的 Unicode 自行显示，还有一些额外的新功能。其中一个比较重大的更新就是把原来使用的 CompTY 更换为一个更高速的新系统。因为 Windows Terminal 一个让人诟病的弱点就是速度其实还是有待改进的。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它对 6L 的支援如何呢？首先我们先试试看在 Windows 下面，而不是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它的表现。我这边在 MSystem2 里头先用 Pacman 找寻了 ImageMagick 的 package 把它安装起来了。虽然 Anaconda 也有 ImageMagick 的套件，但是似乎只能安装在 Linux 下面，所以我这边就使用了 MSystem2 的 Pacman 去安装 ImageMagick。ImageMagick 也有 Windows 版本，不过我这边并没有试验它。我们来试试看它是不是也正常的能够把图片显示出来。我们一样用 Magic 的 Convert 来看一下其中一张图片，的确它成功的把图片秀出来了。不过要更完整测试，我们还是到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下面看一下。首先我们一样先试试看 ImageMagick 的 Convert 来显示图片。我们用 FZF 先随便挑一张 PNG 档来看，我可以看到它真的可以显示图片出来。我们再挑一张 JPEG 档来看看好了。所以我们挑了花的这张图片，它也可以正常的显示。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其他的工具，像是看它能不能使用 TIMG。TIMG 也可以用 Nix Shell 来装。我们这边看看同样一张 Flower 的图片，它在 Default 的时候它并没有直接使用 6L， 我们强迫它使用来看，背景看起来有点变白色，但是的确图有显示出来。我们看看用 iTerm 的协定它会不会有效。iTerm 它没有办法，我们用 Kitty 的协定看起来没办法。我们再试试看 Java， 一样它一开始会先用文字的方式来显示，那我们来强迫它使用 6L， 可以没有问题的，它用 6L 可以正常的显示。我们来试一下一些支援图片预览的档案管理系统。我们先试试看 Yazzie， 然后我到我的课程 repo 下面的一些图片拿来看看。这里是资料科学软体实作的 repo， 我们用到了一些 image， 我们进去看看，它的确可以预览这些图片。下面还有一些 sample， 滑下去看一下，的确它可以正常的把这些图片预览出来。那比较小的一点图片呢，因为我在第二个机器学习这边有放了一些比较小的图片，它的确也可以预览，当然看起来是比较小一点点。接着我们用 AF 找 JPG 档，然后用 Java 来 preview， 可以看到它真的也可以在 Java， 至少在 Java 能够支援的格式下面也能够顺利的 preview 出来。接着我们来试试看 DELLIJ 这个 Liege 这个终端机上的视窗管理。我们先新的 panel 出来，我开了一个浮动的 window， 我想要在这边来试试看 Java， 然后用 6L 显示图片。在这个窗户里它会爆开。那如果我只是这种不是浮动的 panel 呢，我如果单用文字的显示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如果使用 6L 呢，它也是会爆开，所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我们来跟 Western 来做比较。在 Western 里头，如果我们用 Java 来显示 6L 图片，它会在视窗里头不会超出视窗的范围。如果我们在 pane 里头来试试看，它也会正常的在各自的 pane 里头显示。所以可以看到 Western 的支援似乎还是更好一点。顺带一提的是，用 TIMG 在 Western 里头开图片的时候，预设它就会自动使用图形的格式。不晓得是 Kitty、iTerm 还是 6L， 但它自动会把图片秀出来。但还记得刚才在Windows Terminal 的时候，如果不加参数，它还是会用彩色文字的方式显示，表示它没办法自动侦测到 6L 的能力。而在 Visual Studio Code 其实它也会自动侦测出来有图形的支援能力。不过因为 Western 以及 Visual Studio Code 都支援 6L 以外的
图形显示能力。在 Visual Studio Code 有支援 6L， 不支援 Kitty， 但支援 iTurn， 所以也许是因为 iTurn 格式才能提供侦测，所以这个差异也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如果是在视窗管理模式呢？我们在 Visual Studio Code 进入了 VIJ 的视窗，我们来先试试看浮动视窗，它可以正确的显示在视窗里头。用 TIMG 不加参数的时候，它还是用文字的方式显示。如果我们用 6L 的方法，它还是能够正确在视窗中用图形的方法显示。同样在 Panel 里头，不管是 TIMG 还是 6L 都可以正确的将图片显示在视窗里头。最后我们来测试影片播放。我们先试试看 Visual Studio Code， 我们使用 TIMG， 然后并且使用 6L 的方式来播放一个影片。影片可以正常播放，只是速度有点慢。如果我们将图片大小缩小一点，播放会较为流畅。在 Western 也是可以正常播放影片，当图片缩小的时候看起来明显的更顺畅。而在 Windows Terminal 里头，如果我们直接用文字模式播放的时候，它是相当的顺畅的，虽然当然解析度并不是很好，但是改用 6L 的时候似乎是失败了，所以看起来相容性上面还是有些问题。不过当我在中断了之后，看起来它的图片是有出来，只是没有显示清楚。我们试着把它缩小一点看看。这时候勉强可以看，但是有一些背景上面颜色的瑕疵，但速度看起来是非常快的，所以这边也期待它在后面的版本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改进。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在终端机里头去讨论图形的显示或者是过于华丽的使用者界面，似乎有点像是你在吃素的时候特别去挑一些看起来像荤的素食来吃。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的确可以配合命令列的工作流程，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我们在之后的影片会探讨更多这一类的应用。